峰哥，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差，它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烂尾楼非常多，你烂尾楼非常多是什么？就变成什么？跟鬼城一样，一大人是跟去探险一样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中国现在竟然列出，在中国竟然有50座的鬼城，而且每一座鬼城，这画面也太夸张了吧？对，因为当初你要追求 GDP， 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大型的建设，有什么事情会比造镇更大型？造镇你要先花很多钱，第一笔钱你要干嘛？你要先把土地拆迁，你就会创造第一批的财富。第二个你要开始建设，第三个你要申请执照。可是呢，大家在建设的时候就卡关了。现在来讲，这20年来土地化跟土地财政的推动之下，竟然全中国有50座鬼城啊！50座鬼城，你知道是有多可怕的？而这些鬼城过去都没有人，你看看这画面，对，都应该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大型建设，可是后来都没有完成。那其中有一个在广澳的南湖公寓，这个现在就开始有多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纷纷跑去那个地方当成观光景点，你很难想象观光景点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海景的第一排，然后呢，它要做10栋，Block 1到 Block 10 10栋，结果呢，这10栋全部只做1年。1年之后呢，这些开发商资金链就断了。资金链断了之后，你看这个画面，其实这非常非常的冲突。你知道它的楼层已经盖起来了，可是呢，没有住人，住什么？住植物。当你去欺负大自然的时候，大自然会找到方式把生命全部的反袭回来。然后现在这些人都不是住户哦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没有接水，没有接电。然后呢，所有的藤蔓整栋被植物给覆盖住。然后呢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把人进去之后，也太夸张了吧？你很难想象这是外星世界吗？为什么它可以爬到10几20层楼高？大自然的力量，它把它覆盖住。然后呢，藤蔓也是直接爬了进去。最后是最可怕的，是钢筋是外露了。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他已经不打算继续把这个烂尾楼给修复。有一天，当钢筋外露，然后到最后脆化，最后就会被植物给吃掉。这个就是现在这些鬼城最痛苦的一个问题。云峰哥，我们看到这画面的时候，我快笑死了。他说什么？我是穿越了 AI 的世界吗？真的有人进去拍了这一张照片？对，然后这张照片它竟然是物理性的，并不是 P 图，是物理性的存在。而这个来讲的话，现在这50座鬼城还有哪里？在我们过去来讲的话，习近平上任之后呢，他要打造什么？有3个亲。什么叫3个亲呢？这3个亲就是他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的政绩工程。他已经去了5次，这5次是哪里呢？这个地方叫做横琴岛。横琴岛其实一开始很多台湾人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为什么呢？横琴岛在哪里？它就在我们熟悉的澳门的对面，澳门弹丸之地。非常的小，可是呢，它的毒业非常的发达。以前还没打贪腐之前你看澳门人那么多，然后全部挤在这里面，你想想看，你要住哪里？你可能住不起，没关系，过个桥到哪里？到我们主席最喜欢的横琴岛。你要小朋友要读书，你要有一个大的生活空间，没关系，来到我们横琴岛，你的金融、你的这些医疗，全部到横琴岛。对，这听起来合理吧？金门不管澳门不管怎样，它总是有一个经济发展，而这个经济发展外溢之后呢，就到横琴岛来。所以呢，习近平去了5次。你看官方的数据来看的话，其实它感觉上是好的。问题是你真的看进去，有人吗？完全没有人呢。他首期投了726亿的人民币，结果这画面。它比我们刚刚讲的南湖公寓好处一点是什么？它没有烂尾，因为是主席、总书记要来指示的，所以呢，他要把它盖完。盖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澳门人还是不愿意来啊。你该有的东西都有了，你交通建设也有了，你马路有了，你商场也有。你看到商场、百货公司都有了，一台车都没有。对。商场、百货公司、写字楼都有了，问题就是没有人啊！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当地人就说你看横琴只有高楼，没有就业岗位，哪来的人？你全部都盖好了，问题是你没有工作机会，没有工作机会，你只希望人家从澳门来啊，人家不来你就没辙了。好，这个地方真是贵你想想看搜寻一下，没有人、没有生活机能的地方，1坪4.5万人民币啊，你有办法推起来吗？这个地方是推不起来的，到目前为止已经盖好了，但盖好之后呢，任何的地方、商场、写字楼全部都没有人。那你讲到这个空城，讲到鬼城，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是不能忘记它的，哪里？我们的雄安新区。雄安新区从它擘建、从它规划、从它开土动工，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关注它。现在来说的话这个牛皮还没有结束它还是不停的再继续的吹上去。现在来说了，雄安新区的年均成长有17.1%
什么意思？他就说呢，它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成长17.1%，它是其他地方的样板。问题是你看下去啊，这个区域就是没有人啊，没有人以后你怎么可能会有增长呢？你看马路上没车没人，然后呢，你再看一下交通网路，你看下去之后呢，没有人之后呢，官方的说法是什么？雄安新区跟过去不一样哦，你们过去是平面式的移动，不管是人流车流，那都是落后的一个出行的方式。人家雄安新区是什么？是立体化的，所以呢，它有平面，它有立体，所以把人流给分散掉。但是你看看这个画面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当你这样子开着汽车出去的时候，你在路上没有看到的人，没看到车，那你觉得雄安新区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吗？什么都没有。问题是雄安新区最大的问题是它的规划太雄伟了。当你规划下去之后呢，谁敢去跟领导讲说，大哥这个地方不行啊，这个地方恐怕是没办法变成第3都心啊，咱们停吧，没有人敢停。所以呢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就他们最讲的，没有人来的地方，它的高铁做了几线道，做了4线道，然后呢5星级的饭店。然后最高级的这些展览中心全部都盖下去了，可是没人就是没人。可是你规划已经下去了，4条这个高铁线已经弄下去了，所以不管怎样，这个计划得继续走完它。宇轩，现在中国人民已经跟我们刚刚讲，他过得非常非常惨，过得非常惨之外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怪事非常多。你看到这个画面，来，导播，我们直接看到这个画面，半夜，有人目击有幽浮，有 UFO， 我说，真的来到中国吗？我们常常介绍说，美国介绍世界各地，介绍说有很多的这种不明飞行物体会在在空中呢。结果没想到在中国也在空中，而且真的也是不明飞行物体。你可以知道它是无人机，但是现在呢，13亿人口，14亿人口，完全没有人知道在撒什么，官方也没有公告。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在全国各地的省份突然出现，因为以前曾经中国有在白天撒药的案例，对，但是这是在半夜啊，哪有半夜偷偷干这种事情？真的很坏。对，而且你知道他撒的是什么吗？他是撒液体，然后有些是撒呢类气化的，我们讲了这种液体，也就是呢我们讲的像是水雾一样，你去喷花喷草，所以你知道中国民众看到说，啊，准备一台飞机啊，有的无人机啊，无人机在做什么？这是不是撒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北京、河北、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广西、辽宁，深夜它都只剩半夜偷袭。一大堆，你能看到哇，很像极光啊，好漂亮，又是在喷，因为它喷的时候那个灯光照上去，它会有雾气嘛，所以呢，他们说到底在撒什么药？然后呢，中国网友第一时间反应比我还狠哦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前几天我闻到这个电线烧焦味啊，隔天我的头开始痛，第3天开始发烧，完全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。然后底下网友非常中肯哈。投毒，人家直接讲投毒。对，他说中国官方共产党对于他们的人民呢进行投毒。这不是我说的哦，你仔细看哦，兄弟啊，这个无人机喷着药水，晚上打开之后，今早就中招了。怎么是中招法呢？马上头痛鼻塞、喉咙痛，不知道有没有同款哦？就是他说马上身体就有一些异常反应，感冒啦。就有人说晚上闻到，隔天发烧，我头好痛，一阵一阵的鼻塞，干活没精神。我家小孩高烧不退，大人低烧头疼、颈椎疼。所以各位，如果说这个只是我们讲鬼扯淡不会有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症状都一致，怎么刚好不是发烧就是头痛，然后都是在闻到这种诡异味道之后，那你不得想嘛？结果现在中国政府都没有人出来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有，然后大家都喉咙痛、鼻子痒。头很痛，对，都没有解释。这人快气死了！你在干什么啊？对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就想说你是不是在测试新的疫苗啊，还是说测试什么？但有人刚才想的更糟糕嘛？为什么？来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内部医院，他们最近呢甲流疫情呢爆发的非常严重，就是我们的 A 流啦。对，甚至是呢我们讲医院全部急诊室都在塞满这些人。我心想说，你中国会不会是担心说？让他这样慢慢传太慢了，干脆我直接撒一撒，让大家都处理掉。不然我俩各位知道啊，这是阴谋论啊，我必须坦白讲。但你现在看，突然间一大堆人感染甲流，然后你看到都是吊点滴的家长，还有小孩，总都是人。那你又在半夜喷这种超伟大的东西，你说不过去嘛？因为如果中国真的要做，他会提前跟民众讲说我要干嘛嘛，请你这个时间不要出门，或者说我要干嘛嘛，请你这个时间出门，但都没解释啊，所以大家觉得说太奇怪了嘛。而且你知道劣迹斑斑，因为以前中国就无人机干过很多事情。我们讲撒药这不是第一起，以前就是为了消毒。但你知道吗？他们最近开始越来越离谱了。过去我们说中国有科技执法，对不对？对。照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画面吗？这是一台无人机，但它警察，你看
有没有人在那边骑过那个斑马线？对然后你知道有人没戴安全帽，对不对？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左顾右盼吗？因为有人在叫他，他都不知道谁在叫他。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听到声音，有一个用无人机，然后广播说：“穿绿色这个市民，您已经违规了，请你是戴安全帽，请把你的头盔立刻戴上，请把你的头盔立刻戴上。”他想说，我就说这拿天外之音。中国老大哥在看我，就真的老大哥从天上看你，真的是在无人机，甚至是之前有交通事故撞完之后，然后车主在等警察来，然后一直在打电话说，警察怎么还不来啊？保险还不来？结果你知道吗？他无人机就直接飞过去说：“2位先生，我们已经拍照完，取完证，你们可以滚蛋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”所有人员上车。对，请上车，马上把车开走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已经监管到这种地步，很可怕。甚至是这个更好笑。原本有一个男子他就在江苏南京的他就直接我们讲的开在车子里面，然后他看到有一台无人机在那边飞，然后他觉得很好玩，他就拿手机去跟那个无人机拍，说：“怎么会有无人机啊？你是不是在看我啊？”结果后来呢，他也没搞清楚状况，结果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，无人机直接跟他讲说：“先生，你已经被开单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他才知道说所以我是违停还是我是违规？原来你是在盯着我看。等于是这些无人机未来会不会变成隐患，或者是中国官方控制民众的工具，恐怕很难讲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